您现在看到的这个胖子名字叫做蓝正非，他最近被绑架了，在南非的开普敦啊。南非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不太安全呐。他被绑架是人财两失啊。据他自己讲，对方劫匪开口管他要300万人民币，他给对方转了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身还受到了侮辱，被取了经。你想想，作为一个男的死胖子，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吧，既失了钱又失了身，这就比较够离奇的了吧？更离奇的是，就劫他这个劫匪在事发几天之后，跑到他的微信粉丝群里头，就说就是我劫的，因为蓝正非说的有些细节不太真实，他要澄清。结果大家都炸了。你想想，劫匪劫完他之后，又跑到他的粉丝群里头自报家门，我就是劫匪。然后那个细节1、2、3、4、5都说得一清二楚。说句心里话，我作为一个记者也算是见多识广啊。但是这么离奇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会相信呐。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蓝正非在南非人财两失被劫持绑架的故事啊。蓝正非说实在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就是今年9月份。9月份当时不是互联网清朗行动吗？要整顿要封杀一些大 V 当时护城风不已经搞对立吗？什么苹果、安卓人咔嚓就给禁言了蓝正非这个名字也出现在清朗行动中间，禁止关注。为什么呢？说蓝正非当时在网上炫富，他说他一年挣9位数，大家都小看他了。9位数我一数我扳着指头一年赚1个亿以上当然说不定不是1个亿呢，好几个亿呢那么蓝正非这个人呢，应该说他的过去的经历还挺传奇的，妥妥的一个底层逆袭的故事他出生在广东的福云县，还是云浮县还是云浮县云浮县云浮县是吧？的罗定县云浮市的罗定县。他呢从小是个苦孩子，他爸他妈就是都是社会底层他爸好像是一个对越反击战过程中的一个军官，复员之后呢肯定也不得志他这个从小呢他就没有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就沉迷于网络，喜欢打游戏，网瘾少年据说在他们那个罗定县里头挺有名的，在网吧里头很多人都不敢给他开机器然后呢到高3的时候，他爸心脏病突发，就撒手人寰就走了。这一走他家里的顶梁柱就垮了，他妈当时就差点崩溃好像精神上也出了一点问题。他还有一个小妹妹还上小学呢。一夜之间讨债的人踏破了门槛这个时候这蓝正非就觉得家里的担子都压在他身上了，好像这个男孩马上就长大了。因为男人有的时候他成长其实靠身上的担子，身上的担子压得足够重，你就身上有责任感了，对不对？比如说给你身上压200斤的担子你不换肩，那你想想，你就承担了一个大国领袖的责任嘛。这蓝正非小年纪他就不得不承担起来还债的责任。据他自己讲每天白天打工，在工地里卖苦力，晚上还要到餐馆里头去洗盘子。那你想想多苦这好像是2013年、14年的事情但是你想想，你要这么干的话，也没个出头之日所以到2016年、17年，他就想起来了，他不是打游戏吗？他自感打游戏还挺有天赋的那个时候打游戏打到最高的境界就可以打职业队，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还真就把自己水平打到了职业队。但是他到了职业队以上一看他发现他不行。为什么呢？他虽然在玩瘾少年里头他属于高手，但真的到了职业队里头那就不行了，高手如云完全不行。教练还经常训斥他。后来他就退役了。这个时候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的直播刚起来嘛，很多人打游戏，一方面给别人代练，另外一方面自己做直播嘛。他呢就跑到了广东，就借住在自己朋友家里面，自己的亲戚家里面做直播。说一天直播16个小时，非常辛苦，除了睡觉以外，一天差不多时间都在做直播但是那个时候直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一个月挣3000块钱。那你想想，在广州这种城市3000块钱也属于社会底层再后来那个时候好像不是有一些斗鱼直播吗？然后还有那熊猫 TV 就开始挖各种各样的主播。这个时候呢他就去了，很快就打出一点小名气。据说熊猫 TV 给他开价说1年50万，那1年50万那就很多钱了，那已经算是第一级的逆袭了对吧？那据说他干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想干了。为什么呢？据说那个时候熊猫 TV 上有英雄联盟，但是那面好像还有一个吃鸡游戏，
在腾讯那边啊，所以呢，他就转战到了吃鸡游戏。这个吃鸡游戏啊，当时啊，就说都是网络对战嘛，说是那个一个开放式的地图，你一个降落伞降到里面去，然后呢也没有剧情做保护，你就全靠自己啊搜索装备啊，寻找队友啊，然后最后比拼，最后只能留下一支队伍活下来，非常考验个人的能力啊。他呢当时啊就在这个游戏里头啊，就渐渐打出了名气。说他一战成名的时候啊，是在2017年，当时啊。就中韩2个队的这个网友啊，就在网上搞对战赛。一开始第1天的时候，韩国队啊把中国队打得丢盔卸甲呀，所以1天1个鸡都没吃到。到第2天的时候，韩国队已经感觉到胜券在握了。这地形中间一个岛中间有2个这个桥啊，把那个运输船都给搞走了。中国队绝地反击啊，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把这2个桥给夺过来，才能冲到对方那个地方去啊。但是呢，那桥上有重兵把守啊。那中国队的队员，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人敢往上冲。结果这个时候，蓝占飞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带着一把冲锋枪，就冲到了这个桥上去了。我去！兄弟，快手，我们快手只能绕后，只能绕后。兄弟，停一下，兄弟，开船吧，开船。兄弟，没有车，没有车。兄弟，这个桥被称之为东桥啊。我跟你讲，布景绝对没了。我冲他妈的，干你妈的！过了，外城的后边抓紧上去支援一波。我们桥顶过去了啊！直接顶过来，突破了！直接过，突破了！直接顶！突破了！他冲到桥上之后啊，几个点射把对方的守军就全给干死了。一个人突破天险东桥，这个呢被很多网友称之为东桥之战呢。OK。我跟他们发走了，先把那个人打了。他准备防区炸了！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呢，这有点像那个飞夺泸定桥当年的红军，对不对？走到大渡河畔，那只有一条泸定桥在这个地方，结果泸定桥上有对方的守军呢，那红军战士是吧？10几个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杀败了军阀，结果呢打通了大渡河，挽救了整个红军，就给人这种感觉。这个东桥拿下来之后呢，中国队的那个士气一下就上来了，呼啦啦冲过去，把韩国队啊马上杀得一个片甲不留，反败为胜啊！所以经此一战呢，据说啊，他在这个吃鸡那游戏里头一下子名声大噪，就他的这个收入啊，有每个月啊，就差不多是几十万上百万，一下子跃升到一个月1000万的。当然，我确实也不太理解这个游戏行业啊，说这个打游戏做直播1年可以收入1000万啊，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总感觉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啊。他就在这个行业啊一直干了好几年。那你想想，过去都是底层的小屌丝是吧？吃不上，喝不上的。现在呢，什么都有了，有了钱嘛，买了豪车，住了别墅，然后又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又有自己的伙伴，事业搞得有声有色啊。但是到了2023年，疫情中间啊，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的那些车啊都卖了，公司也给转让了，他准备转行做一个旅游的博主，准备浪迹天涯，游遍世界。当然，他做这个决定啊，什么动机不太明白啊。说有人说他可能觉得这个游戏直播这个行业江河日下，他也想转行。另外一种说法，他自己讲的，想寻找自由人生嘛，对不对？光赚钱没什么意思啊，要踏遍大江南北，要走遍世界天涯海角，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的归宿。我看他的视频里头，经常动不动就引用《楚门的世界》啊这句话啊。所以一个人背起行囊，先在国内啊溜达起来了啊。溜达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把他老妈给带上了。他带他老妈出行的时候60岁啊，他觉得他爸在他高3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呢也没有享上福，到他爸的坟前给他爸磕了个头，上了个香，带他老妈就开始在国内游啊，去了什么桂林呐，还有西藏啊。他老妈你想想也没去过什么地方啊，他带他老妈过程中间2代人之间也有一些摩擦，这个想花钱，那个不想花钱，这个想吃东西，那个不想吃东西，这个想出去看火照雪峰是吧？他老妈呢想躺那个地方刷手机，2代人之间的摩擦。但是呢，有些人都说看完之后觉得感情还挺真挚的。看那段视频的时候，我有点想起来当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啊，做过一个节目，那个人呢，那就真的是穷人啊。那穷人呢，就是把他妈用一个就是3轮车一拉，带着他妈就游遍中国。他妈当时已经80多岁了啊，
所以我们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做了一期节目，专门做这个人带着他老妈去旅游。所以你看到了吗？亲情啊，这东西啊，就常常最能打动中国人内心的那个心弦啊。那么他刚开始做这个旅游博主的时候啊，好像也不行，因为这个赛道其实已经很拥挤了啊。那旅游博主嘛，你想想啊，你既可以旅游还能赚钱，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干这个事情啊。但是啊，你这里头想做出来特别不容易啊。你看，有的人是美女加景色的，有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啊品尝美食的，有的人拿100块像顾振锋一样到各地啊去体验这个购买力啊，还有人专门去危险的地方。我看那个非洲有个小哥是吧？他一开始在非洲啊做视频，做火了之后啊，他去索马里，到索马里体验那种最危险的地方。朋友们感受一下这非洲马里啊，奶茶店周黑鸭，这个必须要尝一下啊！又去阿富汗，到塔利班的那个占领区。这就是阿富汗男人的玩具啊，真玩具啊 ！11啊，11岁就卖枪了，小伙子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旅游博主的赛道，真正想做出来啊，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这蓝占飞呢，应该说他有一点这个优势啊，就是他过去在做游戏的时候，他积累了一些粉丝，但是粉丝换赛道其实也不那么容易。所以他刚刚开始做这个旅游博主的时候啊，他的视频没有多少人看。你想想，他自己又没什么颜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个死胖子，对不对？然后呢，他文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走到哪儿去就是点赞、吃东西。我看那个镜头本身也不是特别优美，有的时候吃的东西都粘在嘴上了，是吧？主打一个真实，当然是不是真的真实，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随着他这个视频的播放啊，哎，他那个播放量越来越高了。他带他老妈那个视频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再到后来，在抖音呢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7期节目点赞都过100万了，这流量上来了，那收入也就上来了。据有人第三方统计啊，说他现在一期1分钟的广告150万人民币，然后他经常穿的一个户外服啊，据他自己讲啊，说1年给他赞助的钱呢就是1000万，啊，这个很多人看完之后心里不平衡啊。你看他因为做视频的过程中间啊，他也不是那种富游。给人感觉像穷游，他走到哪个地方啊，基本上吃的也很差，也不住5星级酒店，然后呢就随便这么溜达，主打一个随性。但你殊不知，人家就是这样一个视频，1年赚多少钱？赚上亿呀！当然他自己啊也有自知之明啊。我看他自己讲啊，他说一个人做网络视频呢，其实成功主要是靠偶然，基本就是个运气。他说他自己之所以成功，就是运气。他说你看我学识比别人高吗？我能力比别人强吗？我比别人更关注吗？都谈不上，就是运气。他还讲那小杨哥，他说小杨哥，你看现在火爆天了啊！你现在要让小杨哥做当年那些视频，你看能火吗？火不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运气的成分，非常非常大。如果你们要想做这个视频呢，你就必须得拿出一个你怎么做都做不出来的那样一种挫败感，你才有可能成功。当然也有可能最后不成功啊，所以你看他说的还挺谦虚的啊。我个人觉得他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你就比如说像我，很多人都说王局你凭什么呢？我看你就是运气。我觉得确实是运气，因为我当时啊，在2022年开始做的时候啊，那时候境外基本都是法轮功媒体嘛，没有这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敢在这个地方做 YouTube 嘛。所以你现在让我做，我可能啊也做不到今天这个程度了，运气的成分确实比较大。但是啊，我个人觉得，你要说都是运气的成分也不对。你就比如说，你像方舟子，方舟子在我看来，他其实不是运气不行，他就是能力不行。那你说这东西是运气不好吗？肯定不是，对吧？那你看罗永浩，罗永浩那不是说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比方舟子头发多，不是这个原因。这罗永浩确实是网感比较好，说话比较幽默，然后在网上呢，这个反应又特别快。所以像罗永浩的成功，我个人觉得那就是实力使然呐。所以你说蓝正飞他说这完全是靠运气吗？那我觉得也不尽然，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这样一种特殊的机缘。这个特殊的机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网感。你说这个蓝正飞吧，你说他虽然切毛不扬，一个死胖子，是不是？但是他的网感还挺好的，他就无意之中拨动了很多人的心弦。我看他到那个南极，到南极之后，他跟那个企鹅握手，然后呢还跳到南极的冰水里面去啊！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主打一个体验，就是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就让蓝正飞成了国内现在
在旅游这个项目中间，户外这个项目呢，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博主啊。结果他随着粉丝多了，加起来说这个抖音呢有2500万呢，他 B 站有100-200万呢，加起来全网有3000万，哎，好像是也有点飘。你比如说他发言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看，他说我不结婚是吧，所以我就不会破产。这句话就非常反击。你要知道啊，不结婚就不会破产，这句话就因应了最近1-2年啊，国内这个互联网上男女对立啊。你要知道啊，现在啊，政府啊就怕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啊。你现在说啥意思啊？你这么有钱，你现在你还说你不结婚你就不会破产？你给人感觉女的跟你结婚都是要敲诈你，号召所有的男的都不结婚不生孩子，是吧？这是犯忌了。然后9月份还在那说1年挣9位数，还小看他了，炫富啊！所以你说9月份的时候，政府把他个号给禁止关注了，就是敲打他。当然他呢，我看了啊，总体来讲价值观呢是属于那种诱红用专的。他不像峰哥啊，峰哥这个人到哪都是阴阳怪气啊，跑到印度去喝恒河水呀、什么之类的啊，也不像护城峰啊。护城峰你去看他的视频呢，他主打一个关注底层社会啊。他在中国关心，到国外他也关心呢，问人家一天干活能买多少东西，对不对？用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的那种地位映衬中国这些牛马不堪的生活，用心极其险恶啊。但是人家蓝正飞不是，蓝正飞我看他到哪去一旅游，一看，哎呀，这都是中国建的高速公路啊，这个大楼都是中国人建的，又给中国的基建狂魔点赞呐！一看到火车也都是中国人原建的，又红又专呐。所以他总体的价值观没有太大问题啊，在有关部门看来啊，所以好像是他这个9月份的风劲蓬勃慢慢就过去了。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他就到非洲去旅游了。我看他首先去到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非洲这个地方比较危险。到了埃塞俄比亚，他到那市场里头去啊，看到人那小哥里头都会讲中国话，你买西瓜跟小哥炫中文，然后又去到埃塞俄比亚第2大城市去旅游，结果路上就出了车祸了。出祸过程中间啊，翻了车，差点没给他撞死。到旁边的那个医院去看病，看病的过程中，他还在那自嘲说：“不愧这几年啊，这个吃的比较胖。”是吧？如果吃的比较瘦的话，说不定人就挂了啊，就嘎了。用他的话就嘎了，因为吃的比较胖，好像身体没有受太大的伤害。回国休息了一段时间，又跑到非洲去攀登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因为他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这个愿景啊，说他要用几年的时间，要什么14+7+2。所谓的14+7+2是怎么回事呢？7大洲，14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雪峰，他要攀上去。与此同时呢，要跑遍南极、北极。那你想想，乞力马扎罗那不就是非洲的第1高峰吗？所以他到这来打卡来了，那花了3300美金呢，雇了我看有10来个非洲人给他背全套的装备啊，有帐篷啊、做饭的，还有马桶呢，晚上还可以洗热水澡，所以也算是高级旅游啊。然后一集花了4天的时间，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就在今年的11月份，要飞到这个南非的开普敦。是吧？他准备计划到好望角那儿看呢，是吧？结果就在12月初的时候就出事了。据他自己讲，12月7号这一天，他到了南非的开普敦，晚上12点，凌晨一过，结果他房门呢就被人给打开了。打开以后啊，就进来了一个中国人，再加2个黑人，刀立刻就架在他脖子上了，交出钱来，开口管他要300万呢。然后整个这个过程持续了24个小时。一直到12月8号的凌晨，这个过程中间就对他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就让他写什么欠款条，欠对方的钱呢，开口要300万嘛，他最后给对方转了账啊，然后呢还想让他模拟啊，就说他是一个强奸犯，所以拿出女性的胸罩啊、内衣啊，让他拿手在那摁，指纹呢留在上面呢，同时啊就收集了他的毛发、口水还有精液。他当时被折磨坏了，你想他多害怕呀！就他自己讲，他跑到厕所里头，自己就放声大哭起来啊！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博主，谁成想到了南非这个地方，一下子被绑架了。最后他给对方转了100多万。在12月8号凌晨的时候，对方离开了房间，跟他说，让他当天下午啊之前马上滚离开这个南非这个国家，滚回到中国去。这个人一走之后，他吓坏了。酒店他也
不放心呢。你想想，对方是拿着卡刷的进的房间，他也不信任这个酒店呢，他就拿椅子把房门堵住了，马上向国内的这个警方报警。然后国内的警方很重视啊，北京西城区的警察报警啊，然后就通知驻南非的大使馆，南非的大使馆就跟他联系了啊，马上派保安公司凌晨5点48分，哎，接到报告，然后就赶到酒店，就接上他，把他转移到了一个安全屋。然后呢，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呢就跟当地的警察就通报了，当地警察就把他叫去了，录了口供。不过警察就跟他讲啊，说这钱追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想想啊，犯罪分子肯定不知道，把这钱肯定是左转右转就不见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讲了，他说这对方啊，实际上对他已经预谋了半年，他不是到全世界各去旅游吗？就侦查他的这个行程。那么后来就通过收买航空公司啊，搞清楚了他到开普敦这个日期。他到了开普敦日期之后，马上对方都一整套的非常缜密的啊，准备去拿下他的计划。到了接机口那个地方，一出来又伪装他的粉丝，说要跟他在开普敦一起玩，他拒绝了。出去之后说对方啊埋伏了3组出租车，说让他坐这个自己的出租车，一旦上去之后，可能就拉到哪儿，搞不好得直接给嘎了啊，扔到海里头当鱼饵了。他的警惕性还比较高，没有上，就上了官方的出租车。他说如果不是他当时的警惕性高啊，可能就自己就小命不保了啊。所以他当时就觉得真的南非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乱了，所以当天下午4点钟，他呢就直接一张机票就飞到智利去了，他准备去南极嘛。这事情呢到这儿就算告一段落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蓝正非这个人呢是个网红，他别是自导自演呐，是吧？因为很多网红的确是这样，我看有些那个旅游博主啊，他为了吸引眼球啊，实际上搞得神乎其神的啊。你比如说，我看有一个博主到日本来拍片子，说这个自杀森林呐、进去都是鬼呀、什么之类的，到处都是尸体呀。其实我们在日本住就根本没那么玄乎，他为了拍片子嘛，有的时候就故意搞的这种神神鬼鬼的啊，的确有这个倾向，所以大家怀疑他是自导自演。紧接着，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人就出来声明了，说的确发生了这个抢劫案，那这不是自导自演啊。还有人就怀疑啊，说是蓝正非是不是这个被仙人跳了？取经啊，这环节对不对？一般的怎么取啊？不太好取啊。有人就怀疑啊，他是嫖娼过程中间被人给拿下了，仙人跳了。他自己还专门出来说呢，他说根本就不是仙人跳，是吧？那给我了一个杯子，让我到厕所里头自己去取经，是吧？说的这个细节都是有的啊。这事情的转折呢，就12号这一天呢，就在他的粉丝群里头，就突然就有一个人出来说我就是绑架抢劫蓝正非的这个人，我就是那凶手。他的网名叫 Sorry， 就是抱歉的意思啊。大家都不相信呢，说这绑匪还能自报家门吗？他不相信，他当时就说了，跟蓝正非说的不一样。首先是根本没有预谋半年，他说我就是提前1天买的票。他说为什么去抢劫蓝正非呢？他说自己炒股失败，消费无度，结果呢被逼了，1月份就要还债啊，巨额债务还不起啊，怎么办呢？他又是蓝正非的粉丝，所以就想到找蓝正非去借钱，提前1天跑到开普敦。他也说了没有那些黑人配合啊，然后呢他就临时找了一个出租司机跟他一开始进了房间。他说到了房间以后，他说啊也没有枪，那枪就是个玩具枪，拿出来，然后他手都怼着枪口呢。他说也没有刀，他就说拿了一个防狼喷雾，在这个过程中间一直跟这个蓝正非友好协商，中间距离隔了1米远，根本没有刀架脖子上。然后还讲了，说是拿着这个胸罩内裤让他揉测，但是完事之后就给扔到垃圾桶了，也没敲诈他。就总而言之，给人感觉他还是挺温柔的。但是呢，他说了，蓝正非的确给他转了钱，转了108万8千块，他还把转账记录都给贴出来了。大家人不相信，他竟然还拍了一张这个蓝正非那个房间里的照片给贴出去了。你说这事够蹊跷的。至此，很多人就开始狂欢了。这本来是个刑事案件，你想想，这人家这个凶手主动出来了，承认了，是不是？然后他说他当时根本没有威胁蓝正非，临走的时候还给蓝正非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感谢蓝正非对他的帮助。然后2个人还签了一个英语版的什么刑事谅解备忘录，这挺有意思的啊。大家都怀疑这个人身份。
他说他自己要自首，在卡塔尔自首之后，让这个大使馆把他遣送回国。然后后来在12月12号的时候，就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又出来声明了，说的确有一个人自首了，因为11号这一天自首啊，由于程序啊没有公布，就至此啊，就整个这个事情啊就已经完全走偏了。大家很多人就开始在这各种各样的狂欢呐，说你到底你有没有跟蓝振飞取经啊？你怎么取的呀？是吧？当然这个人不承认，他说他没有跟蓝振飞取经啊，只是取了一些头发和口水，那是有的啊。然后还有人说用上 iPhone 17 Pro 了，是不是？还有人说把抢劫说的这么美好啊，等等啊。但是我看蓝振飞啊，自从这个人出来自首之后啊，他就再也没有发微博了，也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啊，他到底怎么看啊？那么我怎么看？就蓝振飞被这个抢劫、这个绑架这个事情啊，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人的现在供词啊，的确有些对不上啊。但是从蓝振飞的角度来讲，很多行为完全可以理解。你就比如说那 sorry 说了，他说我的枪是玩具枪，根本就不是真枪，对吧？那你从蓝振飞的角度来讲，他怎么知道那是玩具枪啊？尤其是房间里头进去之后黑灯瞎火的，房间被人一刷卡就进来了。这劫匪说了啊，那个刷卡是因为他伪造成蓝振飞，说是个中国人补了一张房卡进来的。那蓝振飞怎么知道呢？所以蓝振飞就觉得这是一个惊天的阴谋，不奇怪，对吧？拿着枪一刷房卡就进来，还带两个黑人，谁不害怕呀？对吧？那至于说有没有拿刀架在他脖子上的这个细节啊，蓝振飞说有，这个人说没有，这就需要警方后续去调查了。那你说蓝振飞这里头有没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成分啊？我估计可能是有，因为这个绑匪说，他说我的这个行程都有佐证，就我是提前1天买的机票去的，根本没有提前半年去谋划，也没有收买航空公司。因为他是粉丝嘛，他比较关注蓝振飞的行程，所以他知道蓝振飞的大概怎么一个行程走，最后尾随他到酒店，搞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蓝振飞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啊，可能脑补了一些情节，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要说他蓄意炒作这件事情啊，倒不至于啊。但这里头凸显了一点，就蓝振飞这种啊旅游博主，尤其是他专门有的时候要故意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他本身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各种危险。你想想，非洲埃塞俄比亚啊这些地方，南非的开普敦呢，本来就属于啊，这个旅行啊，全世界范围内都知道，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地方。那这一点呢，蓝振飞其实也知道，但是因为他是网红啊，他去做这个东西呢，所以他的风险呢，有些是系统性的。这不光是蓝振飞啊，很多其他的博主也是如此啊。大家都知道，最近不是这个俄罗斯对中国免签了吗？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去玩啊，一到俄罗斯，频频遭遇俄罗斯警察的敲诈。我们前2天不是还播了一个博主吗？小夫妻2个人自驾，因为旁边那地方贴了膜，1天之内被俄罗斯警察敲诈了好几回，开口就要3万卢布。这2口子逼得没办法，每次都装的说我没钱了，所有的钱都给你，是吧？俄罗斯警察才给他放走。我还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在那莫斯科，说是什么8000卢布坐上了俄罗斯的那个豪华装甲车，是吧？等等。你看俄罗斯这个国家，那就是以敲诈闻名啊，尤其是他们的警察。所以你去俄罗斯去旅行啊，其实不是旅行，就是探险呐。对这样的国家，那实际上它的风险是系统性的。蓝振飞自己也就专门讲过俄罗斯，他说俄罗斯这个国家不能去，风险太高了，不建议大家去啊。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人服务很差，然后他警察他动不动他就敲诈你啊。可见你看全世界大家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认知，就是中国那些博主是比较一致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就比如说像索马里啊、阿富汗呐这些地方啊，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安全。但是对于这些旅行博主来说，他可能又需要到这些地方去，然后呢，在这些地方去来获得一些他这个视频本身播放量的爆点。你比如说呢，峰哥不是去乌克兰吗？我们去到乌克兰去采访，他呢到乌克兰，那我估计也就是探险去了。当然他在乌克兰也差一点中了美人计啊，然后差一点也被人敲诈，是吧？你想这些国家风险确确实实是系统性的啊。当然节目的最后呢，我还在想讲一下啊，蓝振飞呢这个人呢，因为他毕竟是旅游博主嘛，他自己在事后讲了一段话，他怎么讲他自己面对的风险，我觉得还讲得挺好的。
他说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代表了许多千千万万的人嘛，都是一些他自称是底层的这些人啊，他去体验了，别人可能也会将来面对这样的风险啊，我觉得说的还是蛮好的。所以啊，蓝正飞这样的博主到全世界帮助中国人去看世界，在我看来啊，这其实也是今天中国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的一步。只不过这中间的风险呢，就需要他自己去拿捏了。虽然他这个人不结婚，不会破产，但我听说他好像也跟一个女孩子这个同居呢。同居的人你也得负责呀，你也不能光是这个结婚你就负责，光同居你就不负责，对不对？虽然不会破产，很多中国国内的牛马都等着看他的视频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今后他再去类似南非开普敦这个俄罗斯这种地方啊，他还是要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我看到不是有个黑人小哥都说了吗？去非洲这些地方，你还是要警惕中国人呐。你不警惕中国人，那你这个其实也是犯了大忌，对吧？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吴京老师都说过了，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还有色家人们，中国人只骗中国人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高啊！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在国外一定要提防自己人。而吴京老师都说过了，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他语言都不通的，你防他干啥呀？他咋骗你啊？对吧？你看看现在网红蓝战飞啊，他去过这么多国家，战乱的、贫穷的，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呢，跑到非洲，他被自己老乡给绑了，然后塞没有？这多讽刺啊！我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跟你们说，你们去到非洲，一定要找安保公司，然后塞没有？钱都那么多了，找一个安保公司会怎么样，对吧？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刚果金本地人，我每当回到老家金沙萨首都，我都是要找安保公司来保护我的。小区里面有4个。两个轮班制的，全是那种全副武装的 AK47，然后子弹全部拉满，然后还外带一只警犬德布，站起来比我都高。我这个本地人我都怂成这个样子，你们这帮老外去到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很放松啊，安保没有，跟随的也没有一个，就你们自己孤军奋战，直接就过去了，很牛啊！我只能说你们非常勇敢，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能找安保公司就找安保公司吧，安全是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别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